大家好，我们是第4组，我们这组有陈俊达、肖林汉和谢炳伦，然后就是到现在好像只剩下2个人了。对，好，他退选。好，我们这个我先讲作业1，作业1就是说老师给我们那个结构，然后我们想说就是改变它原本8个节点，然后改建从8根变成80根，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增点增成从8点增到80个点嘛。然后我们一开始本来是想说要用那个自动增点，可是后来不会用，所以我们就用手打，也是可以，也是用比较久。然后我们增点是为了说把它那个原本的变位图把它模拟成变形图，然后接着我们又加了一个斜层，看有没有什么任何影响。这个左边的图是原本那个结构在没有加斜层下，如果受那个 loading condition 4， 就是风力吧，对车厢风力的那个作用下的变位图，然后我们增点后，它就形成出一个很像变形图的东西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数据，对，刚刚讲过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左边是有加斜层后，你可以发现那个红圈住的点，然后就没有车厢变位。然后但是这个右边图其实就是图2啦，我们只是编号有错。然后它就是跟刚刚做比较，我们这个点位有车厢位，对，对，然后它的 x 点位就是有相差30倍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是放大，我要上页。它这边其实有小变位，然后但是它这边也有，不过这边是它的30倍大，就差不多。对吧？那在作业是说我们要设计一个渐进结构嘛，然后这是一个 fixed end， 然后中间一个 hinge， 然后再一个 roller， 距离分别是我们是把它分了100等份，然后点位就是1到100等1，左边是1，中间是51，然后这个观察点位就是61.61， roller 在70，然后末端 free end 就是100。然后我们这次要分析的是点1这边的弯矩影响线，还有剪力影响线，还有点61的弯矩影响线还有剪力影响线，然后再比较实际值和我们就是理论值和程式实际 run 出来的结果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那个红色虚线呢，是我们的理论值，就是结构学分析出来的线段。然后蓝色实线就是我们程式出来的结果，然后再输出 Excel 绘图。左边这个是点1，就是 fixed end 的moment影响线，长这样子。然后它的剪力影响线长这样子。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说，它们的结果和理论值差不多，相去不远。但是它的理论值呢，在那个左端固接处的那个剪力这边有一个 jump， 然后理论值上是1，那是它的程式结果是0，我们判断应该是程式，就预测说。你如果没有输入这个点位的值，它就预设是0，所以它会从那开始连线。对，我觉得差在这边啦。然后再来是点61，就是hinge 和 roller 中间那个点，它的 moment 影响线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跑出来的这个，这种 Excel 输出图形上的那个资料。然后这边这一段其实1到17有就是一点点，就大概是其实就是这段。我们发现说理论值算出来这边应该是等于0嘛，可是我们输出来的数值不是等于0，只有一个很微小的数值。然后发现以后类似这个图形也有相同的状况，这是我们觉得很好奇的地方。然后点61的影响线，可以发现这边这个点就是没有切齐。我们是想说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输出的图形是函数数据，就是说一个 x 对应一个 y， 就是说它不可能同时存在2个61点。因为我们在理论分析的时候，就是可能有那个61点左端和61点右端，就是61负和61正的那个概念，但是这个函数学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说就是会有斜直线。
然后在作业3就是说一样的图形，不过我们是开始就是考虑它的0.61的最大弯曲活载重和简定活载重，然后比较一下它们的程式结果。左边是它的弯曲曲线，我把它加在这边。然后右边是我们的简定象限，然后这个是车辆载重，加在这边，然后这也是加在这边。然后结果算出来可以知道说，这我们输入结果，理论算出来，你看手算出是这样子，程式算出来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出，在61点的简定象限呢，它的理论值应该是0.5，可是实际结果是0.45，可以造成这种状况。这样，对，所以就这个理论计算车辆载重造成最大简定活载重是8.43，然后程式结果跑出来就是8.3，就是刚刚讲过那个函数的问题。接着来。然后我们作业4就是参考那个 DIPLAB.org的档案，后来我们修改它的部分参数，后来再绘出图形。然后我们就会将它原本重量改为6根，后来重量间距改为2.0，还有它与主梁的间距变为4，后来横梁之间保持一个间距，后来绘出的图形就会长这样。后来作业5就是以作业4的基础继续下去做，后来我们就要让它那个 steel ratio 小于1。后来我们算出来的钢量是1059吨。后来我们不断试误的过程，发现就是它两边的值会比较难符合要求，可能是那个拱桥的力量会传递到它的两侧，所以也比较难控制它两侧 steel ratio。作业6就是设计一个单垮、双垮、三垮桥，后来让它们维持固定的长度300公尺，后来比较它们3个桥的钢用量。后来我们发现，就是同样长度，你垮数越多的话，你的总钢筋量就会越少，就像这边呈现的。我们猜想可能原因就是因为较多垮数的桥梁，它经由柱支撑的提供的强度比较多，所以可以使它钢筋需要的用量减少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然后作业7就是我们以 DIPLAB.org作为参考，后来修改它的参数。后来第一个就是把它的双垮预力桥改为单垮，第二个就是维持单垮，但是它的总长度维持不变，就是本来双垮改为单垮，它的长度会减半。后来第二个就是把它的长度再拉长2倍，维持跟原本的范例一样。第三个就是修改它的温度参数。我们发现就是情形1从双垮改为单垮的时候，这个桥梁读出来的 LID 值皆为0，就是这检核是通过了。但是情形2、情形3就会出现问题。情形2你会造成它的 LID 值会有3跟4，代表它承受的剪力过大，还有预力钢件的初始预力小于0.5，这就不符合规范。情形3就是修改温度参数，它会让混凝土的应力大于容许的应力值，所以解决的办法应该就是加大断面和修改预力输入的资料，让它符合规范。我们报告到这边。